我现在在新疆和田，这里被誉为中国玉都。今天我就带大家看看这和田都有哪些好吃的。Oh my god！ 和田玉，咱们明天再看。来和田第一件事，为什么要吃美食？因为和田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，是古丝绸之路南道的中药枢纽，自古以来商贸繁荣，因此美食也非常的多。如果你有机会来和田吃美食，那就来和田老夜市。据说这里的美食种类多，而且价格公道。咱们进去看看都有哪些好吃的。已经闻到香味了，映入我们眼帘的第一个摊位海鲜烧烤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往里走，往里走。哦，还是海鲜烧烤。怎么这么多海鲜烧烤啊？老板，这个是新疆海鲜吗？有的是，有的不是。有的是，有的不是。今天我们就别吃海鲜了，去吃传统的。走，快看快看，这才是对的。红油串这么大，比我脸还大呢。看球。来一个20，这么大的20。问那边来，来一个。看看这个，新疆的烤鸽子，50两毛，多便宜啊！烤鸽子，香，特别香，脆脆的。快看，烤全羊，这么大一个，这个一会儿也要尝尝。这腊羊蹄儿10块钱一个，这肚包肉15一个，这个麻糖才是我们平时吃的切糕。啊，干嘛还穷？猪肉馅子，1公斤50，这一盒这么多20块钱。这烤羊肠子2块一个，我要来5个。太好吃了！这是什么？羊肠子，羊肠子。大家猜猜这是什么肉？烤兔子。88一个。除了美食，这里还有表演呢。看。新疆的石榴汁完全无添加。15块，来一瓶，来一瓶，特别甜，太多了，根本吃不过来，明天再来吧。新疆的烧烤有几个世界未解之谜。第一，为啥全国卖新疆烧烤的都叫买买提？最近淄博的烧烤火爆出圈，真是为大烧烤产业立下丰功伟绩。如果你以后有机会来新疆，那一定要尝尝我们新疆的烧烤。新疆的烧烤有几个世界未解之谜。第一，为啥全国卖新疆烧烤的都叫买买提？来评论区告诉我，都谁家楼下新疆烧烤叫买买提的？第二，新疆的烧烤为什么那么大？这红柳大串我只能吃一个，别的还点不点了？第三，新疆人普通话为什么有一股羊肉串味儿？我的普通话还好，我的普通话很普通。今天我给大家揭秘一下，其实我们取名字是有一个小词典的，都在字典里面选择性不多，加上我们上一代人又特别喜欢买买提这个名字，就像建国一样普遍。这个买买提多到什么程度呢？一个砖头扔出去，最少打上2个买买提。我爸就叫买买提。关于红柳大串，其实也有很多讲究。红柳枝是生长在沙漠的一种植物，它遇到炭火的熏陶，会分泌出一种汁液，不仅能去掉羊肉的膻味，还能散发出特殊的书香味。这个签子有点粗，太小的肉它挂不住，所以必须是大串。关于江浦为什么有羊肉串味，这也侧面证明了新疆羊肉串家喻户晓。大家以前接触到的新疆人大多数是烤串的，烤的串还挺好吃，自然就联系到一起了。新疆烤串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因为我们吃的主要肉类就是羊肉，所以新疆羊都是千挑万选的。草原6大羊，喝着山泉水，肉嫩还没有膻味。除了羊肉串，还有馕坑肉、烤羊腿、烤全羊都非常好吃。以后来新疆一定不要错过哟！羊肉串，羊肉串，新疆正宗羊肉串，扣 up扣 up 扣 up！ 穿少数民族服饰，变身西域公主，逛喀什古城。是什么样的体验？成年前的虎视眈眈，走了1个小时还没进去。我被当成 NPC， 在门口被抓住，拍了1个小时的照。快走快走，我都饿了。
喀什古城的美食在汉巴扎，就是这个位置，沿街两侧有很多好吃的。整个古城随处拍照都非常出片。如果想拍民族风写真，随处都有专业的写真馆。喀什古城值得一来。是吗？在新疆生活，没有人可以拒绝一个热馕的诱惑。那你知道吗？在新疆，馕有哪些吃法呢？少数民族吃馕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和讲究呢？今天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。馕在新疆真的是万能的食材，它金黄素软，麦香很浓，可以烤熟了直接吃，外皮焦香素软，再抹上辣子酱非常香，还可以掰成小块泡在奶茶、泡牛奶或者是泡肉汤吃，更是肉香满满。除了这些吃法，烤馕、油炸馕也独具风味，再或者做成馕包肉。馕吸饱了汤汁儿，咸甜美味，还可以用馕搭配西瓜吃，你试过吗？对很多少数民族来说，在一些特别的仪式或者是节日中，比如婚礼、命名仪式、摇篮礼，馕都是必须的食物。不仅如此，掰馕也是一代传承的习俗，因为美好的食物要懂得和其他人分享。关于馕，你还有哪些知识呢？给大家看看披萨的祖先火坑烤饼，它叫库买奇，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。你没看错，真的是在火坑里加上沙子直接烤。这是新疆的一道非常传统的美食。以前在沙漠里条件艰苦，没什么吃的，生活也较难，在特殊环境下、特殊条件下，人们创造了这个高营养食品，就是用面、水加上羊肉、皮子以及果木炭和沙子制作的。首先将面摊平，然后放上一层厚厚的羊肉，再盖上小面饼，将边包好就可以放入火坑了。有的是直接放进去，有的会包一层报纸。如果是您会选哪个呢？铺好盖上一层沙，然后盖上炭火，烤15分钟就差不多了。拨开火坑，将库买奇清扫一下，切开就可以吃了。外脆里嫩，纯原生态。现在新疆和田也能买得到。这个库买奇小的50放1斤肉馅儿，大的100放2斤肉馅儿。您想来尝尝吗？你知道中国56个民族里面目前人口最少的是哪个民族吗？他们是新疆3个白种人民族之一，颜值超高，那就是塔塔尔族。据2021年人口普查显示，塔塔尔族人数3544人，是56个民族里面人口数最少的民族。虽然人口少，但他们极其重视教育，是我国平均学历最高的一个民族。高级知识分子占人口总数的7%，也是中国唯一没有文盲的民族。塔塔尔族专家多，教师多，医生多。伊犁第一家学校、新疆第一家女子学校都是塔塔尔族人开办的，并向欧洲输送了第一批留学生。学成归国后，许多人成为了当地知名的医生、学者。塔塔尔族人十分重视礼仪，见面以握手问好，对长者非常尊重。塔塔尔族人热情好客，对远道而来投宿的客人总是热情款待，并乐于助人。塔塔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、热情奔放的民族，男女老少都十分热爱唱歌跳舞。撒班节又称为立头节，是塔塔尔族特有的传统节日。他们习惯每年在全村所有农户都完成春播后，举行一次集体庆祝活动。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保护项目。撒班节会选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举行，有美食、歌舞、拔河、摔跤、赛马等集体活动。有机会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里欢乐的气氛哟。昨天晚上在烧烤摊，我旁边那桌2位也不知道哪里的游客大哥，因为抢着结账吵起来了。只见其中一个大哥一个白鹤亮翅，刚要使出黑虎掏心，结果就让警察叔叔给抱住了。热身还没结束呢，全程不到1分钟都没人报警，案子就结束了。你就说吧，还有哪个城市出警速度能这么快？这个1分钟，我说的还有点保守，其实它不到1分钟。最近我被问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新疆安全吗？现在说新疆不安全的人，大概率是没来过新疆的。
我很负责任的跟您说，新疆是全国最安全的地方，这里24小时有警察叔叔巡逻，500米内必有岗哨，您说能不安全吗？另外，新疆的各种安检也比较严格，坏人根本就没法在这里待。现在的新疆可以说是夜不闭户。还有就是新疆各个民族其实都是很团结友善的，随着来新疆的游客越来越多，大家对彼此的风俗习惯越来越了解，误解和偏见也就越来越少，彼此感受到更多的便是真诚和热情。作为一个维吾尔姑娘，我非常希望更多的人能来到新疆，感受一下各民族不同的民俗风情，看看巍峨的雪山、辽阔的草原、浩瀚的沙漠、碧蓝的湖泊，尝尝新疆的美食，再看看新疆的美女。来到新疆的朋友，桌上必有这道菜，它色泽红亮，鲜香浓郁，肉质软烂，口感极佳，名列中国10大名菜之一，那就是传说中的新疆大盘鸡。今天我给大家教一下新疆做法，新疆味道的大盘鸡，让你在家就能吃出新疆的感觉。首先，母鸡一刀切成块，调料干辣椒要半碗，花椒1小把，小茴香少一点，桂皮1块，肉扣1个就可以。配菜准备葱花、姜丝、蒜片、青椒2个，洋葱半个，土豆2个切成块。所有东西准备全，开始起锅烧油，油温7成热，加入3勺白砂糖，油微微起烟，倒入鸡块翻炒，炒至金黄色，加入葱姜蒜以及1碗调料。继续翻炒5分钟，加入2勺生抽、1勺豆瓣酱、2勺盐，随后加入1半洋葱，再加入水没过于鸡块，盖上盖子焖20分钟，加入土豆再焖15分钟，然后加入青椒和剩下的洋葱，再翻炒5、6、7、8下。看，这不就好了吗？快做给你最爱的人吃吧。还有新马的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新疆，这10种新疆美食一定不要错过。第一个，新疆抓饭，香甜软糯的米饭搭配软烂入味的羊肉，再来2串烤肉，这个味道绝了。第二个，新疆烤包子，酥脆的外皮，扎实的肉馅儿，丰富的口感，非常奇妙。我是一个看到刚出坑的烤包子迈不开腿的小姑娘，真的好吃。新疆遍地都有烤包子店，但每一家的口味都不一样，可以多吃几家。第三个，大盘鸡，新疆大盘鸡的味道香辣可口，汤汁浓郁，鸡肉鲜嫩入味，有浓郁的西域风情。第四个，烤鸽子，新疆人特别喜欢吃鸽子，别看个头不大，但是真的香。第五个，馕坑肉，跟烤包子一样，每家都有不同的风格，可以多吃几家。第6个，新疆馕，阿布拉江馕特别好吃，每天门口都有长长的队伍，想着买刚出坑的热腾腾的馕。第7个，包皮包子，皮薄馅儿大，一口就榨汁儿。在这里重点说一下，新疆的羊肉是肥而不腻，肥而不腥，特别好吃。第8个，缸子肉，就是清炖羊肉，汤鲜肉美，再泡一个馕，就是一顿朴实无华的早餐。第9个，炒米粉，就是新疆丫头的白月光，有油炒和姜炒2种，一定要来试一下，你就知道不是米粉和爆辣才是绝配。第10个，锅油肉拌面，面条韧劲十足，姜汁香浓，让人吃下一口又有想吃下一口的欲望。最后强烈推荐感受一下小臂一样粗的红油大串，饭量小的1串就顶饱。最后说一下新疆的吃饭时间，早饭是早上9点到10点，午饭是下午2点到4点，晚饭是晚上8点以后。但是郭尔班姐，快看那些小家伙，他们看起来味道真不错啊！